在很多国家，比如说印度、巴西、孟加拉，你可以看到有城市的一些地方，那里有很多人挤在一起，他们的房子看起来不是非常好，可能没有水，可能没有电，可能没有很多卫生间，而且房子可能也不安全。那这样的地方我们叫贫民窟。贫民的意思就是贫穷、没有钱的人民，窟的意思就是一个洞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贫民窟就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住的地方。那现在是2026年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有很多的穷人，因为中国还在发展。那中国有没有贫民窟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找一找答案。我们先看看印度的贫民窟。当然我没有去过印度的贫民窟，所以呢我找了一个视频。这个是2个中国人，他们在印度的贫民窟叫达拉维 Dharavi 是不是 Dharavi 对，在这个贫民窟住了3天，所以可以看到贫民窟比较真实的生活。 Is there local market? Yes. Okay. Hello, salam alaikum. Can you tell me h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inside this slum? 1 million? 1 million. Oh, 1 million more. 2 million. 2 million. 所以这个贫民窟是真的没有钱吗？对也不对，因为这个贫民窟每年可以赚10亿美金。10亿美金是多少个零？应该是9个零，非常非常多的钱。对，所以在这个贫民窟里，有的人他们的工资比较低，那可能有的人还是可以赚到钱的。我看到这个贫民窟，他们是24小时都有电，但是不是24小时都有水。应该每天差不多3个小时可以接水，所以他们没有自来水，没有。我也看到这个贫民窟，他们有医院、学校，有很多很多超市、饭店，还有很多的工厂。我看到他们有的人在制作食物，有的人在做垃圾的分类。他们有很多塑料的垃圾，然后呢再做垃圾的分类。还有很多人他们做包包。所以呢这个贫民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。然后呢我去看了一下，现在贫民窟里一个房间可能大概要60、70美金。你们觉得贵不贵？我觉得有一点点贵，因为看起来不是非常好的地方，但是1个月还是要60、70美金。我觉得有一点贵。好，那看了印度的贫民窟以后，我们来看看中国有没有贫民窟呢？那在最早的时候呢，中国有一个东西叫棚户区。我没有看到过棚户区，现在在中国可能很少很少，差不多没有了。你们可以看一看棚户区的照片，看起来和贫民窟有一点点像。对，看起来条件也不是很好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水和电，我觉得应该是有的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城中村。城中村的意思呢，就是城市中的一个村子。好，现在深圳还有很多的城中村。对，我去过深圳的城中村，他们看起来比较像中国的一些小城市，很小的城市，
就是可能那个楼比较矮，不是很高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呢路上不是非常的干净啊，但是也不是非常脏，有很多人在卖东西，在做生意。然后呢，城中村的房子呢是农民，因为以前他们都是农民，是农民自己建的，所以他们的房子是有水有电的，然后房子里当然也有卫生间。好的，那看了城中村的视频，你觉得这个算不算贫民窟呢？这个贫民窟和别的国家的贫民窟，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？那中国的政府是觉得中国是没有贫民窟的，对，因为中国的情况跟很多国家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中国政府觉得我们是没有的。然后呢，以前也有很多条件不好的地方，那中国的政府说我们要改，所以呢，很多地方也拆了，然后建了新的漂亮的房子。我没有去过贫民窟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比较，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可能我们的生活真的越来越好，但是我知道还是有很多的房子条件不是那么好，一般般，可能这个房子里有水有电，没有问题，但是住了很多人，对。然后呢，可能还有很多人住在工厂里。以前我的姐姐、我的妈妈他们住在工厂里，那这个工厂呢，就是一个房间，一个大的房间，然后里边可以睡觉，然后可以做饭，然后也有厕所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个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住在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，所以在你们的国家，你们有没有贫民窟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